上一世，为了保住这份糊口全家的工作，我努力加班，奉承领导，低三下四。儿子嫌弃我丢人，在外面不认我，谈话的丈夫认定我出轨，利用舆论让我社会性死亡。我本以为坚持下去，等孩子长大中会好的，没想到被丈夫下药迷晕，儿子也冷眼旁观。我没有死于加班猝死，却死在了上级领导的床上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了，这次我必然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老婆，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来，多吃点菜。丈夫林芳把水杯放在我旁边。我和林芳是青梅竹马，一毕业就领证结婚，第2年就生下了儿子，相敬如宾的是7年，家庭也算是温馨和睦。林芳本来是煤矿厂的包工头，我也在上市公司有着稳定收入。2年前的一次意外，林芳所处的煤矿突然倒塌，他不过危险救人，人事就上来了，可是他的一条腿却瘫痪在无知觉了。自从那时起，他便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摔东西发脾气。今天的他不似往常，格外体贴入微，甚至把饭都做好了。我以为他想开了，准备好好过日子了，甚至喜悦，夹了一个鸡腿给他，老公你也吃。看他们吃好，我打算站起来收拾碗筷，没想到一只耳鸣脑袋眩晕。最后的场景是丈夫埋脸冷漠睥睨着我，见女人今天就合理你的意。再次睁眼，我被人附着手脚绑在床上，觊觎我已久的变态上司沈瑞喜晚早出现在浴室门口。我刚要喊叫，就看到丈夫在床尾冷冰冰地看着我。林芳残疾以后，家里的重任都落在我的身上，马上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间还有一个残疾的丈夫，睁开眼就是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，房贷、车贷、学费、医疗费。这时候面临失业，无疑是走到了万丈悬崖。见到变态上司，我只能委曲求全。为了业绩，我不要命地喝酒，每天加班。林芳好几次看到同一小区的沈瑞送我回家，知道他会错了意，我哀求地看着林芳，老公你在干什么？我跟沈志珍真的没什么，你相信我。林芳仿佛毒舌吐信，看你那件样子，整体穿的花枝招展，勾三搭四，早晚都得出轨。这个贱女人就交给你了，小心点别晚死了。答应我的事你别忘了。沈瑞和林芳达成协议，放心吧，你那情人的儿子已经对我安排出国了，连他上次上来就摸上我的腿，我拼命摇头，挣扎叫喊。林芳满脸冷漠地关上门，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我绝望地大喊救命，在沈瑞过来的时候，我逮到机会，狠狠咬住他的耳朵，霎时间血流如注。沈瑞恼羞成怒，能掐住我的脖子，把我的头撞上旁边的桌角。给你脸你不要，让你装，让你装。一时间疼痛和血腥味袭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再也没有了意识。我猛地尖叫着从工位上惊醒，把旁边的同事小邱吓了一跳。看我满脸茫然地看着他，小邱关切询问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还是一圈？周围的布置一切入组，明明上一秒沈瑞还在折磨我，把我的脑袋撞在桌子上。许是不甘，许是老天爷看我可怜，我重生了。上一世的今天，由于我加班太晚，午休时间一到，我连饭都没吃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回到家，高3的儿子正在打游戏。上一世我为了让儿子考虑好大学，整个日督促他好好学习，可是他的心始终在他父亲那里。林芳因为救人而失去一条腿后，儿子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英雄，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苦难。那是我被林芳下药晕倒之前，看到儿子门开着，他明明看到了一切。儿子虽然才16岁，但身高1.8米多，只要他想救我，不可能打不过他父亲。只有一个原因，儿子也知道他父亲把我卖给沈瑞，而他也是同意的。看到我回来，而在眼里一闪而过的厌恶，把游戏手柄一扔，我马上就去学习。林芳听到动静，主持拐杖兴冲冲的从屋子里出来，天天学习都要傻掉了，偶尔玩一局游戏有什么？儿子眼睛一亮，崇拜地看着他爸爸，但自知扭不过我，垂下头失落的往屋里走。既然不想学，那就替你爸的别学了。他们爷俩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都有些诧异的看着我。我知道现在绝不是撕破脸的好时候。林芳自从一条腿失去知觉后，医生说只要努力复健锻炼，虽然恢复不到正常人标准，但自理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就像做饭这样的小事更是不在话下，但他却从未帮我分担过家务。我中午帮他们过了做饭的阿姨，晚上为了省钱，一天的工作结束，我还要回家伺候他们爷俩。林芳丢了工作，每天消沉，除了在屋子里喝酒，回忆往昔不干其他。我安慰林芳，只要命还在，其他都不是问题，还鼓励他积极进行复健锻炼，可他却受不了复健的苦，说我嫌弃他，那是我傻傻的为他好，从未想过放弃。儿子满脸堆笑的来到厨房，妈，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儿子一直都随了他父亲的心机与自私。上一世，他非常想报班里贵族小孩报的高尔夫夏令营，即便家里存款已经因为煤矿倒塌而赔偿的所剩无几，暑假的夏令营非常昂贵。那时他也像现在一样过来帮我干活，妈妈同学都去高尔夫夏令营了，我就不去了。这样的懂事，顷刻间将我的自尊心震碎。我只恨自己赚的不够多，迷失在儿子乖巧的外表下，以为他真的为我着想。我即便是多打几份工，也帮他报名，助他增长生活经历和健身，可他也不过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炫耀罢了。高尔夫夏令营真的不太想爱，这就是有钱人无聊嘛。当时儿子忘记把我屏蔽，我看到这条朋友圈后，立马去教育他，做人不要太攀比。没想到他跟我大吵了一架，还说他爸爸能赚钱的时候也没我这么啰嗦。而在最看重面子，他与上次沈瑞的女儿恰好在一个班级，整天营销自己富二代的人设。直到一次开家长会，我与沈瑞都来了，那时候公司裁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，
虽然已经做到主管的位置，但我仍然像秘书一样毕恭毕敬的打杂。儿子完全不理解我，尤其是看到我给沈瑞拎包，替沈瑞开门时，儿子的富二代身份不攻自破，他恼羞成怒的拿起桌子上装文具的盒子，把我的额头砸破。在家长会上大喊，没有我这样的妈妈，在公共场合也再也不让我出现。当时我只觉得儿子正是青春期，我让他丢了面子，现在看来他完全遗传了他父亲的自私与暴力基因，现在他又想故技重施。妈妈，我同学他们都去高尔夫夏令营嘛，我漠不关心。哦，儿子没见过我这个样子，不死心的继续，咱家现在的情况，我还是省一些钱吧，不想再让妈妈这么辛苦。我叹了口气，甚至欣慰，儿子，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，真是懂事了。儿子一冷，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脸上的笑容挂不住，一时间变成了撒老师皮笑肉不笑表情包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已经无视他走出了厨房。饭桌上，林房阴沉着脸，儿子一脸看好戏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刚才把事情跟他爸说了。我刚坐下，林房就把面前的碗筷摔得到处都是。儿子要报夏令营，你为什么不给他报？要是以前，我早就叫林房不要动气，并维持他的自尊，乖乖掏钱。但是这次，我面不改色的夹起面前的菜，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林房心里明镜，嘴上却不饶人，让孩子早些见见世面，交交朋友比什么都强。我即便不吃药不做复健，也要供孩子去夏令营增长见识。我放下碗，嘲讽地看着他，要不是你一意孤行，煤矿能倒他吗？顾及到林房的自尊，我从未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儿子，一直维持着父亲在他心中的英雄形象。事故发生前，我经常提醒林房，煤矿工作本就危险，一定不要单纯的凭借经验办事，冒险蛮干。当时放煤闸板无法正常打开，林芳不管不顾，用手大力拉葫芦签拉，看见闸板还没有开，他竟然抡起大锤猛烈敲击，煤泥突然大力涌出，把工人也埋住。林芳看煤泥停了，赶紧去拉被演出的工人，结果自己也被煤泥压住了。被掩埋的工人里有我家的远房亲戚，得救之后，他就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。你明明知道闸板不能暴力破开，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，置他人的性命于不顾，还自认为英雄地去救人，你真的无知又愚蠢。林房头一次听到我如此犀利的讽刺，一时间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我的脸，你早就这么想了是不是？我无视他的话，既然你不想做复健，那就把钱给儿子，别一天就嘴上说的好听，又转头对向儿子，你爸说他要给你去夏令营的钱呢。吃饱了饭，我扔下碗筷往房间走去，儿子看着满地狼藉的碗筷，指着领房，妈妈，爸爸还没有吃饭，你不管了吗？儿子，你也长大了，该分担家务了，等会把碗洗了，不然下一次你就自己做饭吃吧。我突然发现，只要自己够狠心，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。财源广进计划是在周一的中高层会议中被提出，临近下班，沈瑞走过来，壮思不经意摸了我的肩膀，今晚有一个饭局，是关西市的那个文化力项目。看着他油腻的嘴脸，我一阵反胃，之前在这次酒局上，我陪喝到了晚上12点，连项目的续签文件都没有看到。沈瑞送我到家楼下，趁我不注意，先出手摸了上来，我赶紧把他的手退掉，打开车门，但也被失眠的老公看到我在车里与沈瑞的纠缠不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项目早就被对手公司拿去了。我刚准备拒绝，沈瑞就容易的说，咱们部门的女同事们都来，有这才想起来，因为沈瑞想用这个酒局试探女同事们的底线。上一世我怕丢掉工作，是部门里陪同沈瑞喝到最晚的人。自那之后，沈瑞破罐子破摔，把骚扰摆在明面上，我一边极力讨好，一边保护自己，更陷于对林房的自证中如此斡旋，心力交瘁。想到部门里其他女孩有可能会惨遭他的咸助手，我只能答应下来。饭桌上，林芳莲和这位老东家做戏，一个劲儿的给部门的女士灌酒。兰青，你来公司也是几年了吧？来来来，你喝一杯。是啊，领导，不过今天不太方便喝酒呢。沈瑞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给那位老东家使颜色。老东家一看，立马拿起酒杯喝了一杯，想要生意成就得喝尽兴是不是？沈瑞不死心的看着我，兰青，你看你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人家客户都喝了。什么客户啊？ C 市场那个项目不是签约完成了吗？给了对手公司呢。我依旧微笑。听到这话，沈瑞和老东家都僵在原地，三位女同事瞬间明白过来，都蠢蠢欲动，想找机会离开。沈瑞拿着一杯酒，仿佛没有听到我的拒绝。兰青，听说你在隔壁楼找了个保洁的活，这也太辛苦了，你老公的腿怎么样了？说完这话，大家纷纷朝我看来。为了贴补家用，我下班后就戴上口罩，去邻近的一个公司做清洁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打扫厕所，还选了大家都不喜欢的夜班。这份工作可以让我每个月多挣1500块。沈瑞说出这件事，就是想通过此事拿捏我。我和黑笑站起身来，对着沈瑞那张笑容油腻的脸，把杯子里的酒尽速倒在了他的脑袋上。沈瑞大喝一声，流浪青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就凭你也想辞退我？一个小破领导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沈瑞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我大声喊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把小包包挂在身上，阴阳怪气的瞥了他一眼，好啊，我等着呢。随即慢条斯理的走出了包房，同事们面面相觑，过了1分钟，都找理由从包房撤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公司，新顶上来的人事带领就过来找我约谈。之前公司的一位老同事怀孕，前人事心生怜悯，便当不知道这件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，带领直接把这件事捅给了沈瑞。当天怀孕女同事和前人事都被停职了。
昨晚我的英雄事迹被传得广为人知了，在小秋和同事们担心的眼神中，我和戴琳走进那个辞退多人的办公室。蓝青姐姐，你能自己申请离职吗？我心想，姜还是老的辣，这比之前的人事可逊色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我为什么要主动申请离职？戴琳抱着臂膀，年人到中年，公司想要招进一批像我一样的新鲜力量，你也不得领导喜欢，自然是留不住了。我慢慢吞着说，那就给我补偿啊。戴琳神色错愕，什么补偿？需要我提醒你吗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要赔付我安赔偿金，公司至少要赔偿我46万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，怎么当的人事？看我满脸轻蔑。戴琳气急，你还想要补偿？我真不想和他再沟通，你以为呢？不给补偿还想让我走？异想天开。半晌后，我神清气爽的出来，戴琳在后面气红了眼睛。从那之后，林房总想找到我的错处，但入职多年，我老奸巨猾，还是有软刀子，找到我的错处但何容易。我趁无人在室，将微型监控器放在了林房的房间里，直到上一世我死去，我都不知道他的白月光到底是谁。看着监控里纠缠在一起的身影，我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他。林芳虽然瘫痪在床，却没有丧失能力。我每天加班很晚才能回家，经常拒绝他，他便坐实了我出轨的想法。下在此时，林芳的初恋女友贾蜜来应听保姆的职务，说是保姆，也只是管中午一顿饭罢了。贾蜜本来也是看不上林访的，但看我工作那么晚不回家，而林访出手又阔绰，便开始小姨温柔起来。和我相比，贾蜜简直就是对照组。我不在的时间，贾蜜不只是做饭那么简单，她收拾家务、洗衣拖地，甚至极富耐心的给林房擦洗身子，但却从来不要除了午餐以外的钱。如此不慕进钱财的温柔乡，就算是快煎冰也能物化了。一天，贾蜜说出自己独自抚养孩子，惨遭前男友抛弃的经历，泣不成声，让林房狠狠恋爱。二人就在你来我往中就情复燃了。看到监控上的内容，我恶心的有点吃不下饭。一天，贾蜜趁着林房睡着，偷偷翻找抽屉。林房破产以后，家里的钱都赔给了别人，只剩下这栋我婚前全款买下的房子。贾蜜看到房产正常名字，只写了我一人，思考片刻，默默地把证件就放回到了抽屉里。两个人相伴了1年多，在儿子面前，贾蜜还是以保姆自称，但在我们都不在的地方，两人早已和夫妻无异了。上一世在临死之前，我听到沈瑞和林房达成协议，要把贾蜜的儿子安排出国外，不知是不是女人的第六感，我总觉得他这儿子一定是犯了什么事，不然林房也不会如此着急，以身犯险。现在在林房的慢慢挑唆下，儿子越来越坚信我就是一个抛夫妻子，对家庭不管不顾的女人，加之贾蜜阿姨的对比和儿子本身的劣根性，他越来越想我和林房离婚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不如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周一我早早就下了班，由于公司形势的严峻，小秋难得看到我准时下班，惊悟地摸着下巴。回到家里，我退一样装忘记带钥匙，在门口敲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贾蜜才慌慌张张地过来开门。看她凌乱的样子，我佯装发问，怎么才开门？贾蜜只说是厨房做饭的声音太大，自己没有听清。看我不再纠缠，她松了口气。林芳也从房间里出来，见到我这么早回来，她眼神躲闪，十分心虚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现在公司开始裁员，我可能也要被裁掉了，现在没有什么活。像我这么说，林芳和贾蜜不自觉地对视了一眼。贾蜜，这些天你辛苦了。我听说你有个儿子，现在假期在家，你每天还要回去给他做饭。贾蜜听我这么问，赶忙说是，原来你把儿子带过来一起吃饭吧。他赶忙摇头拒绝，那不太好吧，我回家给他随便做点就好了，你不要推脱了。你看他是领房老乡的份上，免费帮我们打扫，从来没有多要过钱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呢。林房也帮腔，让你把孩子带来就带来，一双筷子的事情，你也不用来回折腾了。坚持，贾蜜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，日子就这么过着。突然有一天，贾蜜的儿子慌慌张张的来找他，两人在厨房里大声密谋。贾蜜的儿子与小混混，经常带女孩子出去花天酒地，其中不乏未成年的女孩，两厢情愿倒也没有什么。可是其中一个女孩的家长在得知这件事后，把贾蜜儿子和女孩捉在床上，带去医院留存证据后，准备报警要把贾蜜儿子抓起来。那女孩害怕父母，不敢说是自愿，女孩父母要贾蜜给一大笔钱，不然就把她儿子送进大牢里。上一时，贾蜜拿不出这笔钱，临房了之后，把我卖给沈瑞，换取了贾蜜儿子出国的机会。而这次我早有防备，根本没有与沈瑞过多接触，这两个人又会有什么花招呢？贾蜜安抚着他儿子，没事，妈妈不会让你坐牢的，放心吧，儿子。每隔几天，贾蜜和林房都会做耐时。当天下午，贾蜜上了林房的床，我想他也是等不及了，估计时间他们也要结束。果然再次打开监控时，贾蜜靠在满脸艳足的林房肩头，正在哭诉。阿北，他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林房听后满是心疼，但是他自己手里也没有钱。林房，秘密，没事的，我来想办法。房子，咱们把刘兰青的房子卖了，手里就有钱了。贾蜜，可是他不会给我们的。林房摸了摸贾蜜的肩膀，满脸阴狠，他马上就要失业了，失业的女人想要儿子的抚养权，可就难了，更何况还是一个聪明招著的女人。林房直接把他和贾蜜的事情挑明，威胁我说，要是不把房子给他，不但让我身败名裂，以后更别想再见到儿子，能甩掉白眼狼儿子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但我佯装伤心欲绝，狠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林芳像上一世一样，以救人英雄的形象开启了直播，不经意间透露出我嫌贫爱富，更造谣说我虐待他和孩子，引得不少网友过来骂我。上一世他靠这一手吸引了不少粉丝，大家虽然骂我，但是给林芳打赏。
看到林房心情好转，我身败名裂也只能咽下这口气。儿子得知此事后大闹立场，说离婚也要跟他父亲。林房看着儿子，卑鄙地说，你要是把房子给我，我还能把儿子的抚养权给你，不然你就等着一无所有吧。我红了眼间哀求我儿子，让他跟我走，但儿子执意要跟着林房，我在心里暗暗发笑，表面上却还是伤心欲绝不肯离婚。现在我拖得起，贾密可拖不起，最终的我们离婚，但林房不让儿子见我，除非我拿出一半的房款来，这不是正合我一码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怕他们上门来纠缠，立马把房子卖了，拿着钱躲到新租的小区里，并把林房出轨贾密，两人合作家产，还有林房救人的真相都发到了网上。一时间舆论反转，而自心里林房的英雄形象也坍塌了。林房和贾密利用大众的同情心赚钱，就要承受舆论的反噬，一时间两人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我也能专心对付沈瑞了。臭女人，臭女人，让你勾引我老公。临下班时，公司门口一阵躁动，我们到时，沈瑞老婆抓住戴琳疯狂殴打，头发被揪掉了一把，连夜被扇得通红，而林房正努力在旁边给保安打电话。上一世沈瑞老婆来公司抓你的场面还是来了，我旁边的小秋显然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，嘴巴张成了大大的欧字。而上一世，沈瑞老婆手里拿着的居然是小秋和沈瑞的开放记录。小秋当时已经和大学开始就交往的男友确定关系，见了家长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怎么可能和沈瑞发生关系？当时我趁别人不注意，近距离查证了那张开房记录，发现上面确实是小秋的身份证信息，但是其中一天我记忆深刻，那时我俩明明都在公司加班。这时我回来就让小秋补办丢失的身份证，我们这里的酒店系统只能通过设备读取身份证上的芯片信息上传，不能手动输入。小秋在补办身份证后，原来的证件就失效了。沈瑞和戴琳当然不会去无需身份验证的三流小旅馆开放，无奈之下他只能用自己的证件，没想到被沈瑞老婆抓了正。沈瑞老婆把开房记录打印了几张，密密麻麻的记录里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夹杂在里面，我趁人不注意把几张传单收起，拿给小秋看，小秋，你的名字怎么在里面？小秋也很惊讶，但是马上就恍然大悟的怔愣在原地。我相信以他的聪明，已经明白身份证落入何人之手了。上一世沈瑞的老婆压根不想跟他离婚，更不想沈瑞因为出轨而丢掉工作，他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来打击和沈瑞开房的那个女人，让沈瑞回家庭罢了。因此他特意挑了一个领导全部去总公司汇报的日子过来，就是想让带领社会性死亡，而沈瑞还能毫发无伤。当时沈瑞利用手里职权把他出轨的消息压了下去，底下人迫于他的淫威都不敢说话，沈瑞没有得到丝毫处罚，事情就那么过去了。这一次我偏不让他们如愿，我是先把这件事情捧给了当地最无良的八卦媒体。这家媒体超喜欢打探小道消息，上市公司高管老婆过来打第三者这种新闻，他们简直不要太爱。当沈瑞的老婆和戴琳在门口撕起来的时候，沈瑞也加入了战斗，直斥自己老婆野蛮。沈瑞老婆看自家老公帮着戴琳，战斗力爆棚，一个打两个，正打得火热，一群记者扛着长枪短炮跑来就位。虽然我的经济条件只够联系一家无良媒体，但我把消息还告诉了对手公司，他们可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抹黑公司。沈瑞此时避无可避，只能把破了相的脸挡住。不到第二天，上市公司高管为第三者陆达原配的视频和报道就满天飞了。劲爆！上市公司高管出轨现场直拍，上市公司高管为保琴妇陆达小三，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不认识。高管现场与情妇开放视频传出，现场吃大便，速出了解。上市公司高管从不回家，365天都在爱新欢。完整视频请点击。高管老婆怒大摔在凌空飞5米。为此，公司进行了紧急公关，视频流出的1个小时23分，公司就以生活作风问题开除沈瑞和戴琳，并且因性质严重、影响恶劣，将2人索赔损失。终于，这颗困扰我前世今生的老鼠屎，终于对我再无威胁了。生活还要继续，财源广进计划还在开展。沈瑞走后，还有更重要的一场仗要打。中国去菜市场购物时，我遇到一位已经离职的同事老吴的妻子，她大着肚子热情的过来跟我打招呼，蓝青，最近你们公司好像不太忙的样子。我干大了笑笑。他继续道，你知道老吴他平时都忙到很晚才下班的，最近回家都很准时，这样也挺好的。我有老吴同事实际在，家人都很相熟。老吴没把被辞退的事告诉他妻子。中午我来到楼下的咖啡厅，看到老吴脸上没有任何情感波澜，孤独的坐在角落里，一杯最便宜的咖啡摆在面前，手里就没闲着，不停敲电脑键盘或者打电话，眼神中遮掩不住的焦虑。仔细观察以后，我知道他是在找工作，这个中年事业老伙伴还在努力扭转局面，我一阵心酸。老吴是87年出生的硕士，含金量十足，电脑天才，创业英雄，走到哪都是行业里的翘楚。现在他没工作了，为了不让刚生完孩子的妻子担心，还得偷偷摸摸假装出来上班。可是凭什么？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我走进去，拍了拍老吴，看到是我，他眼里本能躲闪。我联合了之前的人事，老吴和其他被辞退的员工，组成了受害者联盟，把公司告上法庭。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，从领导开始逼迫离职的时候起，我收集证据，还让大家都保存信息截图、沟通录音和工作记录等，录音证据、视频证据等七七在手。
我们聘请了当地比较权威的劳动纠纷调解法律顾问，这件事在网上引发的轩然大波，中年人遭辞退等话题也居高不下。我趁机注册了社交平台账号，每天发维权内容和官司的进展，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粉丝。但公司乖乖给钱，事情妥善解决后，我和之前相处的不错且有能力的同事组建了新的公司。我们国家的养老机构数量不足，尤其是高质量的养老机构更是少之又少。截至前年，养老机构床位数为约900万张，但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.5亿。针对这个漏洞，我们投资新建了一家养老机构。因为本身就是 IT 行业出身，我们的养老机构充分使用了数字技术，之前老吴团队研发的定位仪也派上用场，老人只要带上它，无论走到哪，控制中心都能知道。如果老人遇到危险，只要一印开关，护理人员马上就可以赶去帮忙。不少有钱人嗅到了商机，过来合作，其中不乏对手公司和看我维权的粉丝。前公司因为不履行法律条件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如此口碑，穷途末路是早晚的事。林房和贾密对我在网上雷神之锤后，社会性死亡，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破裂。贾密把林房剩下的所有钱哄骗到手后，就露出了本来面目，对林房非打即骂，天天言语羞辱，最后干脆领着自己儿子跑回老家了。明芳悔不当初，到处找人想跟我复合，他想把儿子的抚养权交回到我手上。离婚后，我每个月固定给儿子一笔抚养费，两人最后只能住在贫民区，靠着我的抚养费过活。直到他18岁，我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林房和儿子到处找我。我们的养老机构的第2站直接开到 B 市，我当了 B 市分公司的负责人。林房和儿子跑到我现在的公司闹，还在停车场堵我。不少同事都知道内情，只叫保安守好，不让他们进去，他们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后来听说林房带着儿子回到家找贾密去了，4个人挤在一个50平米不到的小房子里，整天吵架，生活鸡飞狗跳。在听到沈瑞的消息，我是在社会新闻上，即便沈瑞被开除，他仍有不小财富积累。沈瑞的老婆每天不是在打小三，就是在打小三的路上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下手过门，把沈瑞也拿了一刀，直接让他下半身瘫痪了。我变成商人，招聘了许多处在中年危机的员工，比起年轻人，他们有工作经验，且更加珍惜工作机会，对我也是忠心耿耿。我不会像前公司一样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前途遥遥，尚未可知。虽然我的力量虽然微小，不能做到庇护天下寒士，但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必定尽最大可能保障员工们的生活，让他们不必再兢兢业业的活着。持续逢春时，万事皆可期，未来我们的生活必定光芒万丈，全问完结。